1989年12月25号，当西方千万个家庭正围坐在五彩缤纷的圣诞树旁欢聚时，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却被押上了临时军事法庭的刑场。齐奥塞斯库的背后是一面砖墙，上面布满了子弹孔。下午4时，枪声响了，齐奥塞斯库身中40多发子弹后惨死在了血泊中。这位罗马尼亚前总统终究是为自己的暴君独裁付出了代价。那么，从当初的改革者到后来深陷独裁专制的魔怔人，齐奥塞斯库一路走来都经历了什么？曾以强迫女性必须生养4个孩子而闻名世界的他，又如何将自己和整个罗马尼亚带向深渊？齐奥塞斯库1918年1月26号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贫苦家庭，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从小时候开始，齐奥塞斯库就开始替父母分忧，放学后拼命给别人干活。曾有一个雇佣他的小地主这样评价他：我相信这个孩子走运的话，将来会成为一个人物。事实证明，小地主的评价并非没有妄言。1929年，年仅11岁的齐奥塞斯库来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那里，他总算发现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工会。自此，齐奥塞斯库踏出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步。1933年6月，欧洲法西斯发展如火如荼之际，罗马尼亚举行了反法西斯战士代表会议，并成立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年仅15岁的齐奥塞斯库作为青年代表参会，并被选为委员，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同年，齐奥塞斯库加入了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成为地方组织的基层骨干。然而没过多久，齐奥塞斯库就因为煽动罢工和张贴反对国家秩序传单遭到逮捕，由此拉开了他坎坷革命生涯的序幕。1934年初，齐奥塞斯库再度被捕入狱，起因是公开声援罗马尼亚的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在法庭上，齐奥塞斯库公然控诉罗马尼亚没有给予民众自由，并为广大工人群体辩护。由于法院拿不出判决齐奥塞斯库的证据，他再度被释放，不过此后一直受到政府严格监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齐奥塞斯库就第3次锒铛入狱。这一次，警察局给他打上了新的标签——危险的共产主义煽动分子。警局最后做出决定，将齐奥塞斯库驱逐出首都，强行遣送回家乡。直到18岁那年，他才重返布加勒斯特。只不过，刚刚重返政坛的他，就成了警察们关注的对象，再度被投入监狱。在罗马尼亚整个保安局和司法部，齐奥塞斯库都是极其活跃并被熟知的人物。他是政府眼中的煽动分子、反法西斯主义鼓吹者。1938年12月8号，齐奥塞斯库在结束22个月的刑期后，总算迈出监狱大门。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压和抓捕，丝毫无法磨灭齐奥塞斯库的革命意志。出狱后的他，紧接着就被选为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获悉情况的罗马尼亚警局和特务立刻闻风而动，四处对他展开搜捕。齐奥塞斯库再度被投入日拉瓦堡监狱。就是在这般你来我往的博弈中，齐奥塞斯库与政府斗争了长达10年之久，中间无数次遭遇抓捕、羁押。直到1944年8月20号，随着苏联红军风卷残云般攻入罗马尼亚，旧时代政府被一举荡平，罗马尼亚共和国就此诞生。功高劳苦的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农业部副部长，且职位越来越高。从此，齐奥塞斯库带领罗马尼亚走上了一条改革独立之路。1958年，他说服苏联领导人从罗马尼亚撤军。1967年，他不顾苏联反对，率先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1968年，他反对勃列日涅夫入侵捷克，并拒绝华约军队在本国领土演习。齐奥塞斯库高举改革独立旗帜，带领罗马尼亚走上了快速重建的道路。1965年3月19号，齐奥塞斯库正式当选党内第1书记。执政初期，齐奥塞斯库的作风一直很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在罗共9大会议上，他一再强调，一个党员只能担任一个经常性的政治职务，防止个人专权滥用、独断专行。他还提出要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则，法治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例外。这些举措让齐奥塞斯库赢得了广大罗马尼亚民众的热烈拥护。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随着周围的欢呼声越来越多，曾经民主开放的改革领导者竟变成了独断专权、独裁蛮横的暴君。1969年12月，任职第1书记的第3年，齐奥塞斯库便打了自己的脸，置罗共9大会议不允许身兼多职的规定于不顾，将国家党政大权尽皆集于自己一身，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接着，他还兼任了罗共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部委员主席、军方最高统帅、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所有罗马尼亚的最高职务全部由他一人独揽。齐奥塞斯库的行为自然引起各方不满，察觉到这种情况的他，便开始排斥异己，培植党羽。
为了在民众中树立威望，齐奥塞斯库每年都会在生日这天举办盛大庆祝活动，要全国人民一起歌颂他的功德。每年的1月26号这天，全国各机关、学校、工厂和公共场所都要停止活动，并悬挂出齐奥塞斯库的头像。开会时也要起立高呼“齐奥塞斯库万岁”。1989年的罗共14大上，他在做报告时，全场竟起立高呼60多次。齐奥塞斯库对权力的掌控和渴望到了魔怔的地步。一时间，罗马尼亚迎来齐奥塞斯库时代，整个社会对他个人的歌颂达到了顶峰。而在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权力簇拥下，齐奥塞斯库也彻底迷失自我。他带着家人住进了环境优雅的别墅，门前停放着整齐的德国、美国进口汽车，家里共有40多个房间，每间房都布置得富丽堂皇。别墅后面还修建了健身和娱乐场地，游泳馆、排球场、拳击馆应有尽有。后来，为了便于自己全国各地四处巡查，齐奥塞斯库还在别处建造了6、7个类似的别墅。在齐奥塞斯库自己尽享荣华富贵的同时，身边的亲属也被他塞进国家权力机关。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兼任了政府第1副总理，3个弟弟分别掌握国防、国家纪委、内务部等要职。齐奥塞斯库整个家族数十人全部进入罗马尼亚党政军各个机关部门，将整个国家的大权全部控制在手中。不仅如此，大权在握的齐奥塞斯库也渐渐将国家发展抛诸脑后，肆意出台种种天马行空的政策。比如，为了提高国家人口，齐奥塞斯库就曾要求女性15岁就可以结婚，成婚后必须养育4个孩子。齐奥塞斯库的独裁专制和荒诞之举，让罗马尼亚的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最终也将自己推向了绝路。由于经济建设迟迟不见起色，罗马尼亚的工农业生产速度不断下降，外债迅速累积。1981年，罗马尼亚外部欠款高达110亿美元，成为整个东欧最大的负债国。为了还债，齐奥塞斯库要求全国百姓勒紧裤腰带，大量出口农产品，限制进口，导致国内市场紧张，大批商店关门，工厂倒闭，民众的物资和能源供给回到2战时期战时水平。大街上的商店很少再见到肉制品出售，到了晚上，首都布加勒斯特街道就会停止供电，全城一片漆黑。堂堂罗马尼亚的首都一度被世人称之为全球最黑暗的城市。到了冬天，民众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室内温度仅能维持在0度上下，全国每年至少有1.5万人死于饥寒交迫。晚上，电视机仅能播放1个半小时，而且只有每周6的晚上，民众才能收看1次电视剧。随着罗马尼亚经济情况日渐恶化，全国各地接连打响对齐奥塞斯库的游行示威活动，有些民众甚至直接高呼打倒独裁者齐奥塞斯库。1989年3月，6名罗马尼亚前领导干部联名发表公开信，对齐奥塞斯库政府进行了全面指责，在全国引起轰动。罗马尼亚政局陷入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1989年12月12号，因为齐奥塞斯库处决了一位批判政府政策的神职人员，此举彻底惹恼了罗马尼亚人民，对齐奥塞斯库的推翻运动就此拉开。首先是处决事件发生的蒂米什瓦拉市，全城一片怒吼，商店关门，交通阻塞，联系中断，民众们愤怒的火焰迅速向全国蔓延。此事惊动了正在伊朗访问的齐奥塞斯库，他不得不紧急结束访问回国。而此时，罗马尼亚的反政府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民众们自动排列起来，开始了反对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齐奥塞斯库要求立刻出动警察、军队、装甲车进行镇压，结果就连国防部长也拒不从命。眼看自己已经众叛亲离，齐奥塞斯库不得不于12月22号乘坐飞机离开政府大厦。结果当天夜里，齐奥塞斯库夫妇就在全国人民的围追堵截中落网，最终惨遭乱枪毙命。曾几何时，一路从贫苦大众中脱颖而出的齐奥塞斯库给无数罗马尼亚人民带去了希望。他是一名百折不挠的革命者，上位后锐意进取，将民主自由之风吹遍整个罗马尼亚大地。只可惜，在权力和生命之中，齐奥塞斯库迷失了自己，竟一步步成为令人唾弃的暴君独裁者。最终，齐奥塞斯库带着整个国家坠入了深渊，落得如此惨淡下场，也只能怪他自己自寻死路。